艾尼路竟然在月球上当上了国王。话说空岛一战后，艾尼路被路飞打败。让艾尼路没想到的是，青海还有这等高手，而且根据路飞所说，青海上比他厉害的人多如牛毛。艾尼路天下之大，唯我独尊的人生观彻底崩塌，于是他放弃了在地球的生活，驾驶着自己的方舟舰言，开往了无垠大陆月球。那时候霸天虎还没有在月球建立基地，艾尼路到达这里后表示很满意。这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支配，不会有讨厌的橡皮人，没有强的像怪物一样的青海人。艾尼路在脑海中已经开始策划建立属于自己的月球乌托邦。月球表面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坑洞，艾尼路出于好奇跳到其中一个坑洞里，发现这里躺着一个大头娃娃，看样子已经失去了知觉。不管是敌是友，轰了再说。更何况在艾尼路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朋友二字。艾尼路一招10万伏特打中大头士兵，士兵不但没有被雷击烧成灰，而且还复活过来，恭恭敬敬地向艾尼路敬了一个军礼。艾尼路很惊讶，没想到世界上除了橡皮混蛋，还有人不怕雷击。大头士兵名为斯佩西中尉，他表示自己没能光荣牺牲在战场上，上对不起组织，下对不起乡亲父老。斯佩西中尉爬出坑洞，艾尼路好奇地跟在他的后面。斯佩西中尉来到另一个坑洞，这里已经横了3具大头娃娃的尸体，看起来应该是斯佩西中尉的战友。斯佩西中尉抱着其中一个尸体痛哭不止。这时，一只大脚从天而降，踩在艾尼路身边。一个巨大的怪物用一根长矛武器捅穿了斯佩西中尉的身体。这个怪物是宇宙海贼。万万没想到，宇宙中还有海贼，那不应该叫飞贼吗？宇宙海贼攻击艾尼路。当然，他的攻击对艾尼路完全无效。艾尼路很恼火，一脚就接过了这个庞然大物，连响雷果实的能力都没有使用。远处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，艾尼路勃然大怒：“这里是老子的地盘，什么人敢在老子的地盘撒野？”月球的另一边，宇宙海贼们正在这里大搞工程，准备发掘月球遗迹。艾尼路来到这里，二话不说，一发五雷轰顶，干掉了宇宙海贼，摧毁了他们的月球基地。与此同时，斯佩西中尉回想起了那天夕阳下在机关岛出生的那一天，那是自己逝去的青春。机关岛的关月博士制造了斯佩西等机器人，博士人如其名，除了喜欢搞小发明、小创造之外，还喜欢看月亮。这一天，他带着斯佩西等机器人吃糕点赏月，月球上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，关月博士不小心被糕点噎住。斯佩西等人没学过海姆立克急救法，眼睁睁地看着关月博士被噎死。送走了关月博士后，斯佩西等大头机器人决定前往月球，向罪魁祸首复仇。月球的爆炸是宇宙海贼制造的，他们很早就开始了探月行动。斯佩西等人来到月球，却被宇宙海贼杀个片甲不留。斯佩西等人可能是因为电量用尽的原因总之就是一命呜呼了。艾尼路一招五雷轰顶干掉了宇宙海贼，斯佩西称呼其为恩人，拖着同伴的尸体来给艾尼路行跪拜礼。艾尼路二话不说，直接10万伏特关照在斯佩西身上，雷电传导至其他的大头机器人身上，大家越电越精神，纷纷苏醒过来。艾尼路找到了宇宙海贼挖的密道，走进去一看，这竟然是一个地下都市。艾尼路张开双臂，100万伏特的电击瞬间充满了整个地下都市。没想到他的雷电能力激活了整个城市，城市里的机器人充电完成，苏醒过来，纷纷向艾尼路表示效忠。都市充满了电能，电灯也跟着被点亮。艾尼路看清了墙上的壁画，壁画上画着月球上的原住民，他们是太古时期的月球人，全部都长着翅膀。后面的壁画介绍，因为月球资源不足，月球人飞往蓝色行星。蓝色行星毫无疑问指的是地球。月球人和空岛人一样长着翅膀，由此推测，空岛人的祖先很有可能就是月球人。此时，古代都市的所有机器人都被激活，黑压压的机器人大军守在无垠大地上，而艾尼路就是他们新任的国王。一个远离地球的独立国家就这样建成了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大家猜一猜，凯多手下的火灾镜和月球的壁画是否有关系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